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莹。之前有个病人来找我说他自己睡不好，想要调整睡眠。那我再问细一点，其实很多症状，他又说他频尿、胸闷、恐慌、肠胃不舒服，甚至常常头晕。可是检查呢都没有找到问题哦。那我翻开他过去的病历看呢，写的是焦虑症。他说，其实吃身心科的药之后确实有改善，可是呢开始出现头晕无力感，让他呢想要把这类的药物戒掉。那其实这类的病人有个共通点哦，他们的焦虑不是只有心理问题而已，而是影响到全身，像是频尿啊、胸闷啊、头晕啊、肠胃不舒服啊、呼吸急促的感觉，这些呢都是自律神经系统失调的表现。那为什么焦虑会影响到全身呢？又该怎么调理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下焦虑与自律神经系统失调的关系。为什么焦虑会影响到全身啊？现代人的资讯量很大，任务很繁杂，当压力一个来呢，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，让我们进入打仗模式。那短时间内呢，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，让我们有办法应对挑战。但是如果这个状态呢一直持续，肾上腺素呢长期的飙高，交感神经呢就会过度的兴奋，副交感神经呢却无法平衡的时候，身体呢就好像一直在跑马拉松样子，完全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机会。长期下来就会过劳哦，就会开始出现头晕、心悸、失眠，甚至免疫系统下降，身体越来越累。那很多人以为说焦虑只是心理问题而已啊，其实呢，长期的压力对健康的影响远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。有研究发现说，当你一个人呢长期处于慢性的压力状态，持续3个月，对身体的伤害就相当于每天抽15根烟哦。在这种状态下，身体会出现很多问题，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啊，像是比较容易发生心肌梗塞、脑中风，肠胃功能会变差，可能会有消化不良、胃食道逆流。免疫系统也会下降，甚至会增加癌症的风险。那更严重的是，长期的焦虑还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功能，因为呢，肾上腺素长期的飙高，那大脑会长期持续的处于高压状态，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、专注力，导致慢性疲劳、失眠，甚至会导致忧郁症。那有些人以为说呢，这个只是短期的状态，我忍耐一下就好了，就过度的依赖咖啡、酒精、安眠药、抗焦虑剂来压制这种状态。结果呢，长期下来，神经系统呢更混乱，焦虑、失眠的状态变得更严重。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呢，长期下来真的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。焦虑症呢，通常我们可以分成以恐慌为主的，或者是广泛性的焦虑症。如果是很惊恐，以惊恐为主的，他常常呢可能一点点小事就会被吓到，或者是呢一恐慌起来，他就会说吸不到气了，或者是呢过度换气，然后他就会去挂急诊。像这样子的病人呢，通常就是焦虑，然后伴随着各种以自律神经失调为主的症状。这个呢，就是很典型的自律神经系统失调引起的焦虑症。那在中医看来，这类病人呢，大部分属于肝风上亢导致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心神受到这个火气太旺所干扰，导致神经系统不稳定。那我们就要用平肝、息风、泻火的方式去帮助他稳定神经，减缓惊恐的症状。那广泛型的焦虑症呢，就是对任何事都过度的担心，像是一直反复的确认事情，没有安全感，总是觉得事情不是很顺利。像有些病人来诊间的时候，会一直反复的询问说：“医生，我的药里面有放助眠的成分吗？”我说有啊。那过2、3秒钟再问：“真的有放吗？”出诊间之后又再回来，可以再帮我确认一次吗？你真的有放吗？在中医来看，这种多半是因为心神不安、容易焦躁所引起的。那他的思虑会停不下来，导致神经系统呢
持续处于紧绷的状态，让这个焦虑呢又变得更严重。那治疗上呢，我就会依据个人体质，使用安神的药物来稳定心神，减少焦虑感，也改善他的睡眠跟情绪。根据体质来看啊，有一些人先天身体能量就不足，安全感呢也就跟着流失，很容易呢疑虑疑神疑鬼。这种体质在中医来说，我们叫做肾气虚，因为肾主恐。那肾气充足的人呢，面对压力的时候，他的情绪也是很稳定的。但是肾气不足的人呢，他很容易过度的担忧，缺乏安全感，总是觉得事情一定会出差错。那之前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，他的焦虑呢，就是因为家庭的压力，先是先生生病了，后来呢，跟他感情很好的妹妹也生病了。那这样子的变故呢，让他开始疑神疑鬼，每天呢，不是担心先生，就是担心妹妹的治疗进展，甚至怀疑说，他们的治疗真的有效吗？会不会这个治疗没有效，人就走了？那这种担心呢，让他整天处于忧虑、焦虑、恐慌的状态。那久了，他就变成很多愁善感，那睡也睡不着。那在诊间问问题的时候，就会反复的确认，来来回回都是问同样的问题哦。那看到他这种状态呢，我就加开一些安神的茶饮给他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回来门诊，那整个人呢，真的比之前平静很多。他都笑着跟我说：“庄医师啊，你的茶饮对我帮助很大哎。”那这个茶饮呢，其实就是之前在我们的节目《大爱学汉医》里面有介绍过的黄金茶饮。那我就开给他黄金，请他把红茶的茶包跟黄金泡在一起喝。那他说他每天都喝，结果不到2个礼拜，他就觉得说，心情舒缓很多，焦虑感也大幅减少。我就跟他说，你吃对了，因为你就是能量不足，你又要担心先生，又要担心妹妹，那这种很多余的这种担忧啊，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。那其实你把能量补足了，你的自律神经系统就会稳定了。所以其实平常压力很大，很容易胡思乱想，觉得没来由的恐慌，那觉得事情真的很多，自己快要负担不足的这种状况，可以试试看黄金红茶，或是黄金肉苁蓉。那这个都是日常生活呢，可以比较安心喝的补养茶饮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说这种状况其实已经超乎你自己的控制了，你觉得这个恐慌真的太厉害了，其实呢，你还是要去找中医师调养一下。但是在这种搭配药物的时候，你每天再喝一杯可以帮助身体稳定性提高的茶饮，那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不安的状态。另外有些人啊，他其实不是身体的能量不足，他是气郁的问题。他们呢特别容易想不开，对事情很敏感，就是把压力放得特别大，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非常的严重，导致自己没有办法放松。像门诊呢，有一个年轻的女生来找我，她的问题就是失眠、焦虑。那问了一下，才知道说，原来她2个月后啊，要代表她的单位去报告成果。那这件事情让她整天的紧张，她只要一想到这个报告，就心跳加速，睡也睡不好。那我问她说，那你报告的内容到底准备好了没啊？她说准备好啦，资料也交出去啦。我说那这件事情已成定局，你现在还能改变什么吗？她愣了一下说，不行啊。那我再问说，如果你报得很差的话，会怎么样吗？这单位会扣你薪水吗？会影响到你的考绩吗？他想了想说，也不会啊，我就只是代表单位去报个成果报告而已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就明白了，他的问题不在于这场报告，而在于他自己放不下这个压力，让他精神很紧绷，进入一个能量消耗的恶性循环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气郁体质。我就帮他开了加味逍遥散、甘麦大枣汤来调理他的情绪，而且加上丹参、远志这类可以安神定志的药材，让他的心情可以放松下来。但是呢，光靠中药还不够，因为这类体质的人呢，运动是很好的解方。因为我诊他的脉啊，他是比较偏虚的，那比较偏气血不流动的，老是要靠我开的中药呢，帮助他气血流动，去帮助他推动气血，不是办法。所以我问他说，你想要停掉这些药吗？你就要自己动起来，因为运动可以帮助气血流动，可以调整自律神经，解除你的气郁状态。
那很多气郁的人呢，就是太少动，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面，整天呢就是面对着那个电脑，所以他的气血循环就变得很差，压力呢就会越积越多。而且研究发现说，运动啊可以改善焦虑患者的心率变异性，而且很简单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呢，去运动就对了。像很多高中的女生啊，或是准备要大考的女生，甚至像我们的实习医生要准备国考的时候，觉得他结束实习，他又回来找我说，老师，我就是最近因为要考国考，所以压力很大，我都睡不着。那我问他说，那你有在运动吗？他说，我就背那些书就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哪有时间去运动？我说，其实不是这样子哦，这个运动啊，帮助你稳定自律神经，让你晚上睡得香、睡得熟。其实你白天的工作效率跟读书效率也会变好。那这些学生们呢，听我的话，真的每天很认真的运动，每天其实花1个小时去打打球、跑跑步，他就会发现说，其实他读书的效率也变好了。这一集呢，我们讲到自律神经系统失调引起的焦虑，其实除了中药调理之外呢，加上运动，或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舒压方式也很重要。比如说听听音乐、种种花，或是养宠物也都可以。只要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真正放松的方法就好了。当我们的心情舒展了，焦虑也会慢慢消失哦。大家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